生存的价值。我人生的生存，为什么这个价值是我定义是我对我自己认同，我有本事，还有我背后我有家庭，我要让他们好好的，对。我负担很多，我2个肩膀很累，我必须要撑起来。你一句话不能打倒我，从来不行，从来都不会。所以不仅仅是一种忍耐和忍受哈，我要做给你看，让你改变。无论是一个小角色也好，或者是怎么样也好，我必须要把它做到你的目标，看着我。什么时候你觉得他们看到了你是不一样的？不能小看了你。作品出来的时候，其实口碑是很重要。口碑的风向往哪好？你给我举个例子吧，就是哪部电影？譬如说我在拍一些电视啊，拍一些电视可能只是一个小配角，在剧本里面只是有一个名字，常常会出现这个。可是你要怎样把这个有个名字的演到最后面，重点放在你身上，观众导演舍不得把你剪掉，观众能够也会因为你会去，会评论你，那如果你妥协了，你就是有个名字，而你不妥协，你要花很多精神，花很多时间去把这个研究，然后不让现场的人讨厌你去抢，不会让人家觉得哎，你互相给戏，人家会感谢你，这是很难做，很难做，很难做，又要表现自己，又不能让别人感到受到威胁，其实很累，我每天都处于这种环境里面，但是只要有一点点空间，就要去表现，能够自己的这个能力。你不能去伤害到人家的福利，可是你不能够因为这样而把自己变成透明，对，绝对不能透明。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一个位置，一个价值。这个价值你怎么样去把它放在表面上能看到？其实是用很多。你能给我举一个例子吗？就说刚才这个电视剧吧。你演一个什么样的小角色？你要怎么样能够出戏呢？就是一个师奶，就是一个师奶，就是师奶就是师傅的师，奶就是奶奶的奶师奶啊，师奶啊，师奶，师奶就是这师奶，对，在戏里面师奶，你说多空泛，对，都没有就没有，如果你没有去放心下去，你就变成师奶，对。跟个枭雄里面，最终也是出现了非常口碑好的，就是这个师奶，对，这也是要做很多功夫。对，后来第二，我律叔叔拍了李监制的好几个，然后有一天我就问他，我说，哎，我真的不服气了，因为我快离开了，我不再拍电视剧。我真不服气，为什么你老是给我的都是连个名字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然后也是篇幅里面都很多。他说我就相信你 OK 的，对，这就是价值，对，这是价值，对，其实很人家知道能够期待和靠得上你的这种诠释的能力。我拍了一个叫《我爱你》这个电影，其实韩延导演是我到现在我都非常，你跟倪大红老师拍的这个，对，非常欣赏，然后非常尊重的一个导演。那拍的时候，其实他就当我是透明他真的有时候就这样过，也没怎么跟我讲多少，然后拍完之后，最后我。庆功宴那天我就问，他说你没毛病啊，那演员也是要给点，我当然知道我没毛病，可是你关注我一下我舒服啊，你赞美我一下我舒服啊，其实我都已经习惯，人家不用赞美你。因为你没毛病，因为你总是能够对，因为我已经超标准的达到好了，安排好所有东西。可是人就是很奇怪，小孩吧，回到我就想你给我一颗糖舔一舔，然后他
一直都没表现，给我一颗糖我就问了，然后他说我觉得你没毛病啊，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个话？哇，我当时就心里当然我知道，可是我很甜，对，又骄傲啊，又有一点小失落，对对，是因为演员是特别需要回馈的，是的，演员的内心是很容易失去平衡的、脆弱的，所以好的导演应该是知道很好的去跟演员要回馈的，哪怕他没毛病，也应该去回馈的。不要老是说我是一个老演员，不需要，其实需要的，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的。对。所以事隔21年再次拿到金像奖，最佳女演员的时候，你真的没有准备吗？还是说你自己内心还是会，其实知道自己有能力得这个奖的？其实我从来不做没有计划的事情。不是说没有把握，是没有计划。我每说一句话，其实我在这里才出来的。那你说我是不是没有想到我自己会拿呢？我当然是觉得自己是最弱的那个，可是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有贵人在帮我。我1个月我做100多个访问，就是希望能够冲声音，让人家去看到我这个电影，虽然是小电影，可是你要注意到我这个电影，注意到惠英红这个改变。那所以我真的有时候我身边常常都会出现一些我叫贵人就来帮我，无条件的帮我。因为你说100多个访问，100多套衣服，其实你承受不了。他就帮我去抓很多那种 sponsor，然后也帮我去安排很多访问，然后帮我这个声音冲上去。我曾经问他你为什么？因为我跟他只是以前的公司里面不同部门，他会觉得他说因为我一直在留意你很对工作态度很好，所以我觉得我看了这个电影，我觉得不应该是淹没了，就这样，所以他就是因为你值得嘛，对，因为他帮我冲这个声音，然后很多人以为我在整个过程里面有没有没想法，我有的，其实有的很难说给我怎么样，你说在台上会不会真的是发自当时所说的是，可是脑里面是有一套东西，只是说这一套东西没有写出来，对，想要说的话在脑里面，因为这从小都已经习惯，很少用文字写出来，对，所有东西都记住。我不会因为20几或者30几的东西会忘记，我不会的。所以你说我是不是一个没有计划？是完全错了。我是每一步我都有计划的。对，所以有时候说实在的很累，这里很累。是，假使今天，但是跟你做这个访问，你也很累吗？我希望你没有累啊。我刚才说OK，问什么都 OK， 问什么都 OK，其实心里面是有个底。对，当然，对，有个底，该说什么，该怎么样走，或者是你怎么样，或者我怎么样去带你，怎么去带我。其实这都已经在刚才捋了一遍。是你，所以其实回头来看那些生命中遭的罪啊，经历过的痛苦，当他经过时间了这个发酵之后，他会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，是吧？对的啊，你现在回头看，即使是那些很痛苦、很有失败感的，那些时候，其实它也不是可以被浪费掉的。对，所以我常常跟所有人说，今天也再说一遍，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年轻，遇到困难你就放弃，其实很笨。因为在你年轻的时候，多苦都来，其实对你来说是最好的，因为你有体力去承受那么多苦，你还输得起。对，这些苦，全部是以后你拿来当武器的，
东西。经历了这么多复杂的起起落落的事情，你觉得你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武器？譬如说，在社会环境里面，什么变化，我马上可以去用那种变化去生存。你能够看得到变化。对，我比人家看的还前一点。机会很容易抓到，所以你会更敏感去找到机会，非常敏感，去创造机会也是非常的容易对我来说。然后，第二呢，在小时候的环境里面，我觉得它让我很聪明。我懂所有的东西，包括起居饮食，煮饭、毛衣、编的什么都可以。OK， 剪头发什么都可以。书我虽然没进学校，可是我英语还看得 OK 的啊。然后人际关系，我是非常拿手。OK， 因为这是一个生存的法则。在控制环境危机上，我很冷静，变得很快。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优点，也是我小宇宙的一些东西。然后看的东西，可能你们是用这个角度，可能我就是这个角度。所以我会经历的多了，看得很宽。对，所以对我来演戏也好，对我的人生交集也好，还是对其他陌生的朋友，很快打好一个关系，其实都是我挺拿手。对，其实跟您的交流，就像您刚才总结的一样，就是经历这些挫折和磨难，让你得到了一些很强的、很棒的武器，比如说对变化的敏感度。第二呢，就是让你尽可能的学到了很多的本领，因为尽量不去求别人，要自己来解决嘛。第三个就是对于人情世故的这种洞察。使得你对人性有更加深刻的认识。其实你不觉得这正是一个演员最需要的本领？你能够对这个角色有最深刻的一个体察，你知道他这个时候这个眼神，你知道他这个时候为什么那么难过，但是眼泪没有掉出来，因为这个就是你懂得人性，懂得人生，才有这份理解的，对吗？所以我刚才就说，年轻有苦难其实是好事，真的是好事。可是我太出我们并不需要那么多苦难啊。但是如果你遇到了，你可以把它变成好的东西。对，变成好的东西。我所说的苦难，在不同的人的环境里面，可能苦难就不一样。他看法苦难就不一样。譬如说他在读书，他觉得他没进步，这也是一个苦难。你懂吗？对。在我的环境里面，我的苦难是我。从小到现在，那个生长环境啊，或者是我活动的环境不一样，我的苦难就是这样。那你说我已经从小就习惯了，我刚一直强调我会很累，是这里，因为我习惯了，我先换位思考，所有事情先想人家，再想自己，然后作为人家，我不想看了，我不想也去研究了。可是你的习惯有时候。很快你忘了，对，你又忘了，所以有时候，我觉得，虽然年轻有苦难是好，可是，能挑吧，最好能挑，不要让自己太累。对。你有没有特别羡慕的那种人？你啊？羡慕我？羡慕所有女性，都有她自己的位置，然后很多书。读很多书，有大学啊、硕士啊这种，我最羡慕，因为我做不了了。但是每个人是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出身的，但是他可以选择以后的人生，就是我们还是有的选的。是的，是的。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每一个人都可以强一点，对，特别是女生吗？特别是女生，最重要，我觉得是有个方法。这个方法如果你要想人家，倒不如先想想自己有多少的优点，或者有多少的缺点。我觉得最难去了解的是自己。如果你把自己琢磨好了，其实你是最强的一个人。对，因为你知道自己的优点、缺点在哪里。对，但是有一个日本的服装设计师叫山本耀司。
他有一个名言啊，他就说这个自己这个东西一开始是看不见的，你只有把它和周围的东西去碰撞，反弹回来，你才会知道什么是自己啊，甚至有的时候是跟非常强大的敌对的东西碰撞在一起，是的，你才知道自己是什么。所以比如说你能够忍受什么样的身体的痛苦和精神的痛苦，你能够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学习，你即使再难，你也不会做什么样的事情，这些都是自我，是的，都是自我的这个边界。是的，认识自己，其实所谓的好处、长处、缺点，其实都是在碰撞里面的。比如说，人家怎么样去鄙视你，委屈你，你才知道这反弹有多高。对，或者是我妥协，因为你的价值不是他们来定的，对，是你要自己来定的。我有多强，我怎么样去对抗你们？其实这就是碰撞出来的东西。人生中有很多的遗憾，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有很多的不完美哈。你现在还会跟自己较劲儿吗？还是说可以接受？两者都有，有时候是要接受的，有些事情是不能强求。可是你说，较劲嘛，我觉得是推我往前走的一个动力，我不能放弃，这是我永远都不能放弃，因为我觉得我放弃，我会很快跟生命脱离了，我好像是一个空壳。如果我休假，我最近休了1个多月，我已经不行了，我昨天必须要工作了。我昨天整理行李上飞机的时候，哇，我心里面很兴奋，我说哟，我工作了，我工作了，因为这就是我生命的一个动力，所以不能。所以我们最应该在这里庆祝劳动妇女节，对吧？因为我们也是劳动的妇女。那我们要喝一杯啊，劳动，喝点水啊，来，庆祝劳动妇女节。其实男跟女不应该有分高低，我觉得是一个平衡，互相平等的机会，对，互相去冲撞，才知道谁的优点在。对，其实女性很多优点。但是你知道，在现在的社会评价当中啊，因为女性还是很多时候是处于被动的一个状态，所以很多。首先我要打断你这个被动的状态，其实是。你愿意接受被动，还是你要反被为主？非常好。对，这个还是你接不接受的问题。对。那我想说的是，特别是在影视圈，那么人们对于所谓青春啊、美貌啊，这种各种焦虑啊，是比较明显的哈。你怎么看待这些焦虑？其实往往是因为女性，特别是女性演员。在被挑选，她常常是处于人生当中被挑选的这样的一个位置，所以他们会觉得啊，青春、美貌、身材啊、相貌、容貌等等等等，是他们的一个竞争力。所以一旦要失去的时候，就会惶恐，就会焦虑。以前我试过有很短时间有这个焦虑，觉得自己我还没老，为什么找我的都是要当妈妈？我真老了吗？相对次要的角色，很多问号。我真老了吗？可是后来我，太多钱搭我的时候，我反弹，我觉得演员不需要美貌，不需要外表，我价值在哪里？就是我的实力。